因为身体流淌1/2印度人的血，这个混血女孩经常遭到白人羞辱，并夺走了她脖子上的项链，向其他同学炫耀。可骄傲的女孩怎能任由别人欺负呢？于是两人很快便厮打起来，这导致其他白人同学也加入了行列。而发生的这一幕正好被一名英文老师看在眼里。随着场馆嘈杂的打闹越来越激烈，一旁的白人教练很快意识到了严重性，于是他立刻阻止了双方的行为。可教练却把全部责任都怪在了奎妮的身上，导致参与此事的女孩发出阵阵嘲讽般的微笑。而在训练结束后的走廊里，可怜的女孩依然任由同学们的欺凌，仿佛在这个英国女子学校内，唯独自己是一个另类。随后，在语言类的课堂上，老师指明让奎妮朗读课文，可她那蹩脚的英文着实让现场有些尴尬。所幸女孩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勉强把整个课文读了下来。然而就在大家放学准备回家时，奎妮却让老师给留了下来，这显然对她课堂的表现并不满意。可白人男子的目的并不在于此。Someday you will leave St. Catherine's and go out into the world. What doors are open to an Anglo-Indian girl? Not many. But you're lucky. Your colouring allows you to pass for white. It's not lucky. It's a curse. I know it's hard for you now, but someday you'll see the advantage. You'll be able to rise to the highest levels of society, but only if you speak the English language to perfection. You know you have an accent. No, sir. Well, you have, and I can help. I can teach you to speak perfect English. 原来这个英国老师要单独为奎妮补习功课，以便女孩能尽快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而这对于奎妮来说简直太幸运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个充满种族偏见的学校里，竟有如此值得信任的老师。可年轻的女孩还是太天真了，那些一本正经的外表下，往往隐藏着难以琢磨的用意。随后女孩回到家中，把一天中的不幸告诉了母亲，而父亲则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只可惜在支援铁路建设后，就从来没有回来过。可怜的女孩从小就没看到过父亲，一直由母亲和外祖母以及舅舅带大。在这英属殖民的区域，奎妮没有白人朋友，只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印度女孩。两人一起穿梭在繁杂的闹市中，可她皮肤的颜色却让其他孩子们误认为是一名白人，导致大家用石块砸她。好在当地治安官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事件进一步升级。因为治安官也认为女孩是一名白人，并让她赶快离开此地，去英国人管辖的地方以求安全。可奎妮并没有听从治安官的话，而是来到了朋友居住的地方。她虽然流淌着白人的血液，但是自己一直以印度人自居。于是女孩褪去了身上的制服，穿上了印度人的传统服装，然后让朋友在她眉心点上红痣。一切结束美得不可方物，红红的嘴唇，外带一双忧郁的眼神，再加上丝绸般的服饰包裹全身，她的美丽如同一幅精致的画卷，令人心驰神往。可就在此时，母亲突然找上了门。当看到奎妮身上的装束后，女人二话没说便凶狠地开始撕扯，因为她从来都把女儿视为白人，而不是一名寄人篱下的本族人种。就连那名朋友也被母亲无情地断绝了联系。第二天，女孩在课后如愿以偿地留了下来，接受白人教师对她的辅导功课，开始进展得很顺利。但男人随后便脱下了外套，更以练习腹腔发音为目的，要求女孩也把西装脱下。而奎妮丝毫未感到危险，果断听从了男人的话，然后一遍遍尝试利用腹腔呼吸。然而男人却趁着她不注意，竟然做出一些出格的事。If you do, I'll have to expel you from school. It's your black blood that makes you so exciting. 还好女孩挣脱了对方的束缚，离开了这个心术不正的男人。而她穿越人群，心情低落的回到家后，奎妮并不想把今天的遭遇告诉母亲，但她上楼回房间时，却被母亲及时叫了下来，然后很开心地表示自己完成了补课。因为害怕母亲有所质疑，还当面演示了一遍发音，这才没被发现埋藏心底的痛苦。与此同时，奎妮的舅舅今天晚上有演出，特地邀请她一同参加。或许这是女孩近几天中唯一能让她感到高兴的事了。可事实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原来奎妮的舅舅是一名乐器演奏员，专门给一些高贵的白人表演。而在角落里享受温馨气氛的奎妮，却被几个同龄的白人男孩发现了。女孩那白色的皮肤丝毫不被任何人看出她的另类，于是很快遭到男孩子们的搭讪，并绅士般邀请她跳舞。而奎妮在看到舅舅并没在意她时，开心地接受了对方的邀请，然后两人在舞池中翩翩起舞。但没想到，奎妮的一名同学也出现在了舞会上，并向她身份高贵的父亲坦言，自己就像一个孤独的小鸟，得不到任何男孩子的青睐。而母亲在看到女儿的无助后，本想带她去品尝一下甜点，然而女孩无意中却看到了奎妮正在和一名男孩拥抱着跳舞。她自来就在学校欺负奎妮，这次更是心生妒忌。于是母亲在了解到情况后，竟然把奎妮是一名印度人的身份悄悄告诉了她的丈夫。而男人很快来到两人中间，当众揭穿了对方并非白人的真相，这让奎妮的舞伴立刻感到恶心，因为他们把印度人一直看作低等民族。随后男人叫来了安保人员，立刻把女孩赶出了白人舞池，这也让那名同学得偿所愿了。
而眼前发生的一切却让一旁演奏的舅舅也无能为力。转眼过了6年后，奎妮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大姑娘，而她的外婆却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了。与此同时，女孩的舅舅与一名白人贵妇纠缠不清，而这名白人社交贵妇正是之前羞辱过奎妮的妻子。两人在一处黑暗的走廊相遇，情不自禁的互相拥抱，而他们之间的行为恰巧被女人的丈夫发现了。白人男子怒不可遏，不仅取消了对方所有演出，而且禁止他踏入白人殖民区。但白人贵妇则显得无所谓，丝毫不顾及丈夫的感受。可由于这件事，奎妮一家将陷入没有收入来源的困境。于是，女孩想利用自己以前在学校和对方家庭女儿是同学的关系，想面对白人贵族给舅舅求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为了给舅舅挽回工作，这个印度混血女孩竟向一名白人高官求情，可男人的要求只有一个，希望她能奉献自己青春的躯体。女孩本想拒绝对方的要求，但失去舅舅的工作就等于失去家庭维持生计的来源，于是她忍受屈辱，只能答应了男人的要求。但没想到，奎妮在遭受对方的羞辱后，白人高官竟然欺骗了她，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些现金，叫她赶快走人。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说出去，就让他们全家不得安宁，而承诺恢复女孩舅舅的工作，也在男人一步步谎言中难以兑现。随后受到欺骗的奎妮忍无可忍，大声叫喊地跑出屋外。男人害怕刚才的事被家人发现，随即也追了出去。可他怎么也没预料，意外还是发生了。男人坠楼发出的声音很快引来了家仆围观，而女孩在看到钱包里的现金后，果断从地上拾取，然后疯狂地逃离了人群。等受害者的女儿回到家时，一名家仆马上告诉对方，导致他父亲坠楼的正是女孩在学校里的同学。于是夜晚的殖民区域，警方开始迅速追击凶手，情况十分紧急。女孩的母亲拿出奎妮带来的钱，让舅舅带着她一起逃亡英国，而自己则选择留了下来。随后两人趁着夜色避开了警方的视线，历经2个月的艰辛逃亡后，终于偷渡到了英格兰的海岸线。可舅舅因肤色的局限，难以寻觅到乐器演奏的职位，心情沉重之下，渐渐沉湎于酒精的慰藉。另一边，奎妮决定以白人的面貌勇敢探索职场，却也屡屡碰壁。一日，他踏入一家温馨的小酒馆，向犹太裔的匈牙利移民老板询问服务员的工作机会，起初遭拒。可正当他心灰意冷之际，老板却突发奇想，邀请他共舞一曲。奎妮轻盈的步伐与动人的舞姿瞬间征服了老板，他慧眼识珠，指出了奎妮独有的吸引力，并提议他尝试跳舞表演。而女孩还巧妙地为舅舅争取到了演奏的职位。3日后，新生活的帷幕正式拉开。然而舅舅初见奎妮的装扮，误以为她误入歧途，严厉要求她放弃这份工作。但奎妮则以坚定的态度回绝，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满堂彩，迅速成为酒馆的新星。与此同时，远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一桩白人高官的谋杀案震惊全城。随着调查的深入，嫌疑人的身份逐渐浮出水面，竟是受害者女儿的同学奎妮。为寻真相，这位女孩不惜代价，通过贿赂手段迫使警方追踪奎妮的行踪。时光荏苒，转眼1年已过，酒馆在奎妮的星光下愈发兴旺。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摄影师被奎妮的倾城之貌深深吸引，留下名片托老板转交。老板心思细腻，察觉奎妮并非英国人后，巧妙引导女孩透露了自己的印度背景，并建议她前往应聘模特，同时提醒她应考虑注册新身份，为在异国他乡的长久立足铺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奎妮与那位年轻的摄影师相遇相知，他们开始尝试拍摄艺术照。起初的尝试并未如预期般完美，奎妮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然而就在女孩告别的瞬间，奎妮大脑又闪过一丝灵感，于是他们完成了照片的拍摄。随后两人相约去看电影。当电影散场后，奎妮心中燃起了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她毅然决定让酒馆老板成为她的经纪人，共同踏上这条未知的星途。随着时间的推移，摄影师与奎妮之间的感情日益深厚。在一次归家的途中，两人的甜蜜拥抱恰好被楼上的舅舅看见。随后女孩回到家中，奎妮满怀期待的向舅舅分享自己与摄影师同居的打算，却意外地引发了舅舅的强烈反应。原来舅舅一直深藏着对奎妮的爱意，嫉妒如同毒蛇般啃噬着她的心，让她在酒精的催化下失去了理智，对奎妮开始动起了手。经过一番挣扎，奎妮终于挣脱了束缚，逃向了夜色中的街道，而舅舅则在追赶中不幸遭遇车祸，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料理完舅舅的后事后，奎妮带着一颗复杂的心来到了摄影师的家中，他赠予男孩一尊象征家庭的印度佛像，寓意着两人将共同开启新的生活篇章。以后的日子里，奎妮的艺术照逐渐引起了电影导演大卫的注意，他不仅购买了摄影师的所有作品，还盛情邀请两人周末到家中聚会。可在这次酒会上，奎妮不慎将酒洒在了大卫身上，这一无心之举却意外地让大卫对他一见钟情。于是为了得到奎妮，大卫精心策划了一场事件，企图将她内入自己的新电影之中。面对导演的青睐，
精明的经纪人趁机狮子大开口，提出了天价片酬。尽管条件苛刻，但大卫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然而新影片的拍摄地点居然定在了奎妮的故乡印度，这让他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他向经纪人坦白了自己的过去，但经纪人却以金钱为诱饵，承诺为他解决身份问题，并劝说他为了事业勇敢一搏。随后奎妮回到家中，满心希望男友能一同前去。然而摄影师却接到了巴黎杂志社的邀约，两人的未来规划因此产生了分歧。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男孩最终为了奎妮放弃了前往巴黎的机会。当飞机缓缓降落在印度机场，印度人民的热情欢迎如潮水般涌来，但奎妮的心中却充满了忐忑与不安。由于她与摄影师并未缔结婚姻，根据印度当局的规定，他们无法同住一室。于是奎妮安排男友下午携带香槟前来她的房间相聚。然而就在她精心准备台词之时，一个神秘的电话打破了宁静。随后她赴约至公园，奎妮惊讶地发现长椅上坐着的竟是多年未见的母亲。尽管内心波涛汹涌，奎妮却努力保持镇定，质问母亲为何违背他们的约定相见。她深知一旦身份暴露，后果将不堪设想。原来母亲因生活所迫被房东驱逐，走投无路之下才冒险相见。奎妮心疼之余，将酒店房间的钥匙交给了母亲，并再三叮嘱她务必隐蔽行事。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母女俩的会面竟被警方悄然跟踪。午后时分，男友如约而至，带着香槟踏入房间，却意外撞见了一个印度女人，气氛一时尴尬至极。幸得母亲机智应对，谎称自己是新来的仆人，这才化解了男友的怀疑。而待摄影师离开后，奎妮急切地劝说母亲离开这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并承诺将她送往英国安置。但母亲则向奎妮透露了自己被她父亲抛弃的悲惨经历，以及外婆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这些往事如同沉重的枷锁，让奎妮的母亲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几日后，奎妮陪伴大卫前往俱乐部练习骑马，不料马场的主人竟是奎妮的旧时同学。这份不期而遇的尴尬让奎妮心生忧虑，但她仍努力保持镇定。尽管隔着面纱，同学还是认出了奎妮，并向警方举报了她的行踪。然而警方却以证据不足，并未给予理会。夜幕降临，剧组众人围坐一堂谈笑风生。奎妮趁机向导演提出为男友在电影中谋得一职的请求，却遭到了男友的婉拒。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奎妮心生不悦，愤然离开酒席。大卫见状连忙上前安抚，情难自禁之下竟吻了奎妮。随后，奎妮带着几分醉意回到了宴席之中，她依偎在大卫的怀里谈笑风生，甚至加入了印度女孩的舞蹈表演。然而酒劲上头之下，她终究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见此情景的摄影师和大卫同时上前想要搀扶她回房间休息，而最终还是由男友将奎妮送了回去。但这件事却让大卫心生妒忌，为了支开多事的摄影师，他巧妙让助手为男孩安排了一份在开罗的工作。次日清晨，面对即将分别的情侣，男孩深情地向奎妮求婚，渴望在当天下午就前往英国办事处完成登记。然而奎妮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承诺显得犹豫不决，她在沉默中似乎隐藏着无数未言的秘密。大卫察觉到了她的迟疑，追问她为何对印度之行如此恐惧，但奎妮依旧守口如瓶。最终，大卫接受了开罗的工作邀请，带着一丝遗憾离开了印度。在随后的日子里，剧组紧锣密鼓的拍摄，而奎妮却始终未能收到男友的来信。她未曾料到，那些本该维系两人情感的信件，早已被大卫悄无声息地扣留了。一日，加尔各答的警探突然造访，当面质询奎妮关于过去的案件。女孩从容不迫地出示了出生证明及其他相关证件，成功化解了警方的疑虑。然而这一切并未逃过大卫的敏锐目光，在他的追问下，奎妮终于卸下防备，向这位老男人敞开了心扉。与此同时，警方的调查并未让受害者家属满意，他们聘请了一位与遇害者生前交好的律师，是要揭开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卫的电影项目因资金问题陷入困境。关键时刻，一位重要投资人在观看奎妮的样片后，提出增加利润分成并参与最终剪辑的要求。大卫虽愤然拒绝，但最终还是通过努力争取到了投资。但这时的他俨然身体出现了状况。随后，奎妮被要求接受律师的审问，大卫也陪同在侧。当律师提及警方跟踪奎妮母亲一事时，奎妮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她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详细讲述了在遇害者家中的经历。然而大卫却以印度首相对电影拍摄的承诺书为筹码，威胁律师若干扰拍摄将承担严重后果。同时，他宣布奎妮已成为自己的妻子，以此保护她免受进一步追究。律师在权衡利弊后不得不做出让步，而遇害者的女儿也只能无奈接受现实。于是，大卫与奎妮在印度迅速完婚，电影也顺利杀青，并赢得了投资人的赞赏。几天后，剧组返回英国，奎妮来到经纪人开设的电影院，男人对她表示赞赏，认为她是个懂得把握时机的姑娘。他原本以为奎妮会与摄影师走到一起，
却没想到最终选择了与导演成婚。奎妮微笑着否认了经纪人的猜测，心中却已有了自己的答案。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奎妮与大卫漫步在河畔，大卫鼓起勇气向妻子表达了渴望彼此间再无秘密的愿望。于是他拿出了多年前摄影师寄来的信件，坦白了自己的隐瞒，并透露已将奎妮写给前男友的信全部寄了出去，因为他深知自己无法永远独占奎妮的心。随后在分别后，大卫独自坐在河畔的长椅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直至到第二天清晨，最终黯然离开了人世。与此同时，收到信的摄影师心急如焚地赶往奎妮的住处，然而奎妮却冷漠地拒绝了他，表示在自己最需要陪伴的时刻，对方并未出现，因此两人的关系已无法挽回。摄影师心痛地归还了奎妮赠予的佛像，为这段长达5年的感情画上了句号。次日，奎妮盛装出席电影首映礼，在众目睽睽之下踏上红毯，并深情地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更邀请了自己的印度母亲上台，勇敢地揭示了自己的混血身份。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白人观众，虽然这可能意味着他的演艺生涯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人群中却响起了掌声。这正是奎妮的前男友。而随着鼓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终于放下了偏见，认同了这个混血的耀眼明星。同时，在经历了重重波折之后，奎妮与摄影师终于意识到彼此间不可割舍的情感，他们决定重新开始，共同面对未来的风雨。至此，影片结束。此剧改编自迈克尔·柯达的小说，以家族历史为背景，讲述了他姑姑从一个受偏见的混血女孩成为好莱坞著名女演员的故事。好了，我是阿涛，咱们下期再见。